天开窗，弥漫着果香，清新的空气，让好心情一整天都持续。阳光下奔跑。Hello，酒友们，周末愉快！我是米墨。今天这期视频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半个小苹果的购资方法。如果你也喜欢购资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喜欢购资的朋友，以防错过更多的图解和购资小技巧。同样详细的图解我已经放在了下方的描述栏里面，有需要的资友们可以自行领取。我这里多说一句，因为我们的图解是以图片形式存放，免费领取，无需购买。大家只要左右滑动长按，直接保存你的手机里面，或者是电脑操作长按，直接保存到你的图库里面就可以了，无需去购买。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因为我们使用的线材是100号的纯棉蕾丝线，配上的是0.1毫米的钩针。因为今天没有染色，所以大家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线材。这是我钩织好的成品配色，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将我们的线在小拇指上面绕一圈，对，到我们的手背面绕过来，在中指上再绕一圈，在这个交接处的地方，大拇指按住。因为今天的线材和钩针都比较细，我给大家放大一下，这样子大家可以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好，我们钩针进入线圈，绕线，带线出来，再绕线，带线出来。好，钩针再接着进入线圈，好，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钩针进入线圈，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这是一个短针，钩针进入线圈，带线出来，好，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我们要在这个圈里面一共钩织6个短针，现在有3个，接着钩织3个。好，我们把魔法环闭合，拉紧这头。我们找到第1个针目，这个位置，然后钩针进入线圈，带线，带线出来，直接带过前面的1个线圈，是魔法环的闭合，然后再钩针绕线，带过线圈。这一个针目的话就是起立针。接下来我们就钩织短针的加针。钩针进入线圈，绕线，带过2个线圈。这是第1个针目。好，在同一个针目，钩针进入线圈，好，带线出来，然后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你看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在同一个针目钩织的2个短针。好，大家给大家演示一下，钩针进入第2个针目，好，带线出来，线针目上有2个线圈，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这是短针。好，再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针进入线圈，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这就是钩针的加针钩法，在同一个针目钩2个短针。钩针进入第3个线圈，好，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在同一个针目
钩针进入，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这就是短针的钩法。其实，这个小苹果的话，它都是以短针加针的方法，不加不减的，就是圈式钩织钩织成的。然后大家只要把这个短针学会了，然后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我直接给大家演示最后一圈2个片式是怎么缝合在一块的。剩余的话，大家可以看着图解，然后自己钩织。大家钩到最后一圈收针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这个线从连接处这个位置，然后用钩针把它给带过来，防止它脱线。苹果的切面也是一样，用钩针，然后在它的连接处，然后把这个线带过来。好，用这个黄色的切面找到起针的地方，钩针进到起针的地方，然后这个线不用管它，拉到一边去，找到另外一半起针的地方，好，钩针进去。好，我们把这个钩针带线给它带过来。带过来之后的话，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起立一下，起立一个针目，防止它脱线。好，从这个地方的正则我们就开始钩短针，它要连接到，大家看一下，连接这2片，然后一起钩织短针。好，带线出来，钩针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钩针进入，带线出来，带线出来，绕线，带过2个线圈。好，接着我们就顺着这个2片的钩织，然后给它连接好，一直钩织短针。钩到还剩3到4针的时候，不要着急钩，因为我们还要填充棉花嘛。然后把线稍微拉得稍微长一点，防止它脱线。我们这个多余的黄线是留干嘛的呢？是留给这个切面，然后缝一个长方形的小果核，像这样一个，从这个刚刚的那个剩余的4针的那个孔进去，然后找到黄色线和奶黄色线的连接处，然后进针。找到对应的下方的一个连接处，然后出针。好，这样来回的话去缝个3到4次，穿到这个位置，先不用管它，然后用这个尖嘴钳，然后塞棉花。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要就是因为它这个太细了嘛，然后不要把这个线然后戳。把棉花填充的差不多了以后，填的圆圆的。如果棉花感觉太多的话，或者是一边鼓一边不鼓的话，我们可以去轻轻的揉一下，把这个稍微揉一下，这样棉花的话可能就会均匀一点。把剩余的这个3、4针给它，还是钩短针给它连接起来。到最后一针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这个起始针的位置进针，直接锁一针，带线出来，然后用缝合针把它给收一下口。合的时候可以自己找一下，就是我给的思路就是从这个地方，然后穿到这个
屁股的这个地方，然后再从其他地方穿出来，然后这样子多穿插2针，因为它里面有棉花嘛，然后线的话其实是拉在棉花上面的，它不容易脱线。然后这根黄色的线也是一样。OK， 我们把它缝合好之后，然后3中的线给它做果核。我们果核的话缝在这个黄色连接处的里面，大家可以自己挑个针孔，然后去缝合，就是没有特别死板的要求。然后进针的时候，我建议从它这个屁股的地方进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去特意的把线给隐藏起来。果核缝好以后，大家的这个线不要去断，我们从它这个尾端，然后穿到它的连接处，然后找一个位置，然后再给它带过来一下。好，不要拉死，给它勾一个苹果地。我们先链条式起针，起6到7针就可以了，因为太长的话也不好看嘛。然后去做中长针的加密针钩法。好，钩完以后的话，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给它缝合到屁股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先不用管，因为我们还要缝合它的叶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叶子，然后把叶子的话，然后贴着这个苹果的根，然后去缝合。一缝合好之后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有一个自有留言说不知道去怎么组装耳环，正好这一期我也是把这个小苹果设计成了一个很可爱的耳环，所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大家要准备一些做耳环的材料，做几个小苹果，它就要几个这种防过敏保色的小开口的卡扣，然后2个稍微大一点的卡扣。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卡扣是放在这个保色的链条上面，大家可以用银色的链条都可以，只要是防过敏保色的就行。长度的话，大家可以自行选择。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配了一点点就是白色的小花，所以大家可以再准备一些这种带有圆头的，就是长色的链条，然后呢去给这个小花，然后做一个连接。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的开口扣呢，就是放在苹果梗上面，我们可以用这个钩针去给这个开口的这个位置稍微给它这个孔稍微扩大一点点，然后把这个开口的扣子给它卡上，然后不要捏实，因为我们还要放在这个链条上面，然后把每一个我们的半个小苹果都把它的苹果蒂然后卡上这个小开口扣。有多余的这个小米珠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掺杂在里面一起去做搭配，我觉得蛮好看的，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思路吧。我们再用珠宝钳，然后把它夹成一个钩字形。我们先往旁边倾斜一点，用这个珠宝钳的前端给它夹成一个钩字形，不要完全闭合，因为我们还需要挂在那个链条上面。OK， 现在就是全部然后把卡扣卡好了，然后准备开始组装。停，一排排的好可爱呀！我们现在来正式组装。刚刚的那个2个大卡扣是放在这个链条和耳环的连接处的，大概组装的位置，我给大家先讲一下思路，到后面组装的话可能太密集了，然后大家看不清楚。
大概组装的思路的话，是我们从第2到第3个位置，然后放一朵小花，然后到下面的这个位置去做左边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右边稍微长一点的小苹果，中间稍微放一个大一点的苹果，就是比较的就是密集，然后到下边就是一样的了，我们可以放一点小米珠。然后呢，旁边放一朵就是小花，然后再放一个小苹果，在第3个位置，然后把它扣紧。OK， 把它卡紧就好。也同样给它扣实。然后卡扣同样先把它卡实。一个大的苹果。你看像下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大小错落有致的。然后呢，在旁边我们再放一点点这个小米珠，然后放上去。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吊坠上边准备了7个苹果，上面3个围出着一个小花，然后下面每2个围出一个小花，这样子一个耳环上3个小花刚好分布是正好的。然后小米珠的话也是分布，然后3个，这里就看大家，然后想去给它设计什么样的长度。剩余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组装吧。OK， 我们现在这个耳环就组装好了，然后我给它平放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截图去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组装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细节。满满的果实很可爱，给大家试戴一下。它大概的这个长度会比这个小玫瑰的长度可能稍微长那么一丢丢。下期见喽！